Kau usah nolong ibu。最近上映的《鬼舞村2》彻底杀疯了，性感舞女结合印尼恐怖元素，让90%的观众看完后感到不寒而栗。据说在越南某个村庄流传着一个恐怖传说，每隔8年他们必须挑选7名少女献祭给女巫，以此来消除厄运，拯救村民百姓。在咒语的作用下，女孩们痛苦不堪，情不自禁地扭动着身躯，随后一个接一个的倒下。人们见状赶紧用白布遮盖，说明他们已经被女巫淘汰。最后只剩下一位女孩还在继续跳舞，成为今晚被献祭的对象。然而就当长老准备将信物交给女孩时，他却违背承诺，偷偷把手镯带走，让女儿带他离开村庄隐姓埋名，认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诅咒，从此不用再献祭少女。为了让女儿顺利逃跑，二长老在半路接应，帮他指出一条明路，并叮嘱他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回头。可他还是低估了女巫的实力，女孩刚离开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突然来袭，翠花跑着跑着，脚下一滑不慎滚下山坡，重重地撞在岩石上，手镯从盒子里掉了出来。翠花也没多想，捡起来后继续逃跑。结果刚起身，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身后，此人正是所谓的女巫跳舞布拉西，在上一部中将一男一女的灵魂永远困在异世界，成为她的傀儡。手镯只能戴在被她选中的舞女身上，披肩可以迷惑她任何想迷惑的人。跳舞布拉西劝翠花交出手镯，不希望她卷入其中，可翠花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，带着手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村庄。镜头一转，来到25年后，翠花在舞女的诅咒下被厄运缠身，全身溃烂，长满脓包，眼睛里充满血丝，痛苦不堪，像活死人一样在床上痛苦挣扎。给他看病的萨满表示，母亲之所以变成这样，是因为他多年前带回一个充满诅咒的物品，只要将其归还母亲的身体就能康复，而此物正是翠花当年偷出来的手镯。为了拯救母亲，小美立即启程，和好友乘坐大巴车前往东爪哇地区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向村民打听关于鬼舞村的消息。小美走进一旁的菜市场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味道，角落里不断传出剁肉的声响。小美仿佛被迷惑一样，鬼使神差地走进黑暗，隐约看到摊主不断挥舞着手中的刀具。就在这时，好友及时赶到，将小美成功唤醒。随后大壮利用超能力找到一位向导，和他一起前往鬼舞村。由于那里属于森林禁区，从来都没人敢踏入此地，所以司机只能将他们送到这里。穿过古老的石桥，他继续前行。然而刚进入森林，小美就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殊不知他们已经被邪灵盯上。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他们终于见到图画上的大门，石柱旁摆满祭品，到处充满诡异气息。为了拯救母亲，小美也没多想，进入村子后向他们打听村长的下落。不巧的是，村长前几天刚刚去世，副主任又不在家，还要过几天才会回来。由于路途遥远，他们决定在这里等候。随后女人将他们带到一个哨所，让他们暂时住下，但大壮并不想让表妹和他们挤在一起，于是再次向奈拉求情，希望让小美和他住在一起。奈拉犹豫再三后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原来她有一个病重的母亲，晚上经常痛苦嚎叫，害怕被嫌弃，所以才不想让他们住在家里。这时小美无意间从墙上的照片发现，奈拉貌似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，但一直没见到对方的身影。深夜所有人都渐渐睡去，一群诡异的身影从旁边经过，下一秒油灯突然熄灭，一个黑影向他们缓缓走来，直到油灯再次亮起，鬼影又瞬间消失不见。看来这里确实住着不干净的东西。与此同时，小美这边也是彻夜难眠，起身到客厅喝水时，突然听到房间里传来痛苦的呻吟声。小美好奇地上前查看，透过门缝看到奈拉病重的母亲。我操！惊慌之际，桌上的油灯突然熄灭，小美被吓得菊花一紧。下一秒，房门缓缓打开，一名舞女出现在门口，对小美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。话音刚落，油灯再次亮起，一切又恢复正常。第二天一早，奈拉给母亲送饭时，小美终于看清女人的模样，发现她全身溃烂，双眼血红，大量黑血从口中喷涌而出，和母亲的症状简直一模一样。难道她也遭到邪灵的诅咒？为了查出真相，小美向奈拉说出实情，表示自己的母亲也得了同样的怪病。给母亲看病的萨满说，她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只要将其还回去就会逐渐康复。随后小美拿出萨满交给她的画像和那枚金手镯，奈拉看着上面的舞女，一眼认出她就是人们所说的女巫跳舞布拉西，但她所在的地方属于禁区，任何人都不得进入，除非得到副长老的同意。就在这时，3个男孩找了过来，
表示昨晚被蚊子袭击了一宿，现在浑身难受，希望奈拉带他们冲个凉水澡。因为村子一直保持着原始社会的生活习惯，条件非常有限，男澡堂就是村子里的河道，女澡堂相对隐蔽一些，四面有围墙保护，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双人泳池，据说这里曾是那些舞者的专用圣地，舞团解散后才允许他们使用，但在下水前必须要简单冲洗一下。随后两人分别走进小木屋，小美刚洗到一半，突然听到隔壁传来诡异的歌声，透过缝隙发现奈拉一动不动地愣在原地，紧接着一条毒蛇迅速从水池划过，小美被吓坏了，简单冲洗了几下，赶紧跑出了房间，转头一看，奈拉早就在水池等候多时。小美看着紧闭的房门感到有些疑惑，但还是战战兢兢地走进浴池，注意看女孩正洗澡时，身后的闺蜜仿佛被邪灵附身一样，唱着恐怖的歌谣向她缓缓走来，给她讲述了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，随后游到身后变成另一番模样，而他正是村子里的鬼舞者，警告小美尽快将手镯物归原主。下一秒，鬼舞者瞬间消失不见，水池里出现大量毒蛇。还好奈拉及时赶到，将他救了上来。再一看，水池里空空如也，并没出现异常。与此同时，三个男孩洗完澡后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无意间经过一片墓地，惊恐地发现墓碑全部被黑布遮盖，让人感到后背发凉。殊不知下面埋葬的全都是未满18岁的少年。三人被吓坏了，火速离开了现场，准备向村里的长老求助，结果被小帅当成强盗，用弹弓对他们进行驱赶。得知几人的来意后，小帅表示长老是这里的守护神，遇到危险时可以变成一条大黑狗，双眼血红，所有恶魔都不敢靠近，因此村民们才平安无事。但三个男孩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。回到住所后，他们把各自的遭遇全都说了出来，认为这个村子肯定有问题，决定明天把手镯交给村长后立即离开。深夜，小美看着母亲的照片发呆，突然听到门口有东西掉落的声音，结果发现奈拉正在翻自己的背包。就在两人争吵时，远处传来动感的音乐，奈拉解释道可能是隔壁村的舞者正在练舞。小美看着手上的图画和手镯，决定前去查看，说不定能找到手镯的主人。于是两人连夜出发，在奈拉的带领下向森林跑去，穿过一片迷雾，成功闯入禁区，看到一群舞者正在房间内激情热舞。结果走进去发现里面全是一群疯疯癫癫的老头，只有鬼舞者在舞台中央翩翩起舞，好像特意等待小美的到来。就在他一脸诧异时，奈拉突然开口说话，这时他才得知自己被对方出卖。面对鬼舞者的威胁，他只好乖乖交出手镯，并询问对方母亲会不会康复，但对方并没有回答。看着丢失多年的手镯，激动不已，终于恢复魔力，又可以继续蛊惑村民。随后鬼舞者向小美说出实情，原来从一开始他就中了对方的圈套。萨满给母亲看病时，鬼舞者就在身边，利用邪术蛊惑他画出那些图片，并指引小美前往神秘村庄，谎称只要归还手镯就能让母亲康复。而内拉出卖小美也是为了拯救自己的母亲，从他手里抢走这次复活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现实世界已经过了3天3夜，三个男孩找遍整个村子也没见到两人。进屋后看到内拉奄奄一息的母亲，此时她的样子比以前更加恐怖，没有任何康复的迹象，看来她也中了鬼舞者的圈套。他们一直从白天找到黑夜，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总感觉两人凶多吉少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个大排档，想也没想就走上前询问。卷毛看着桌上的美食，忍不住的吃了起来。眼镜男看着对方犀利的眼神，急忙叫两人离开。结果刚起身，突然被一个男人叫住，主动献上一包食物，希望他们尽快找到小美。向导想也没想接过食物后迅速逃离。与此同时，内拉和小美也跑出了舞蹈大厅。走出禁地后，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卑，向小美坦白那天他们洗澡时突然遭到母亲的袭击。随后鬼舞者现出真身，表示只要奈拉帮他将小美带到此地，保证让他的母亲满血复活。当时自己被吓尿了，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，两人急忙向家中跑去，刚进门就听到一声惨叫，发现母亲正在床上痛苦挣扎，双眼血红，嘴里吐出大量黑血，没一会儿就彻底晕了过去。小美被彻底震惊，害怕母亲也出现同样的症状，二话不说冒着大雨就要往家赶。谁知刚走到半路，正好被三个男孩发现，又将他强行拽了回来。小美表示她已经将手镯归还，但总感觉哪里不对，害怕母亲发生意外，必须尽快离开。这时向导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，打开男人送给他的食物一看，里面包裹的竟是一颗血淋淋的猴头。
这时他们终于相信小美所说的话，决定明天一早就离开此地。深夜，所有人都渐渐睡去，娜拉陪在母亲床边，时刻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。小美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下一秒竟回到家里，发现母亲已经大病痊愈，还做了她最爱吃的龙吞饭。就在她沉浸在喜悦时，突然被一阵雷声惊醒，原来只是一场美梦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母亲的呼唤。小美好奇地走出房间，发现奈拉的母亲正站在厨房。奇怪的是，她的声音却是自己的母亲。Pulang, gak usah nolong ibu. Jangan mau terima bujukan apapun daripada Dawai. Jangan. Ibu gak bisa lama-lama. Dia sudah melihat ibu. 话音刚落，母亲就像被邪灵控制一样，摆出诡异的造型。娜拉听到惨叫声，想要冲上去救人，结果被大壮拦了下来，眼睁睁看着母亲重新站了起来，声音和姿态完全变成鬼舞女的样子，随后大叫一声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毁。娜拉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，本想上前帮忙，结果却被一把推开，下一秒被邪灵控制着撕烂自己的皮肤。注意看，原本鲜红血肉已经变成黑色，说明她已经中毒太深，无可救药。关键时刻，黑魔法长老重磅出场，看着奄奄一息的女人也是束手无策。第二天，长老向他们说出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原来25年前，就是小美的外婆打破了女巫的诅咒。当年为了不让女儿成为鬼舞者的奴隶，她特意找来一对双胞胎代替女儿跳舞，然后趁对方不注意，偷偷将手镯带走，交给女儿后带出了村庄。而双胞胎女孩被发现后，却惨死恶魔之手。鬼舞者没有手镯的加持，25年没有选择舞女，村子终于摆脱恶魔的控制。没想到时隔多年，外婆突然被诅咒吞噬而死。临死前让长老拯救自己的女儿，可当他赶到时，还是被鬼舞者抢先一步。小美听后感到非常自责，没想到自己居然中了恶魔的圈套，再次让村子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长老知道恶魔还会卷土重来，为了防止鬼舞者入侵，用黑鸡血在房子周围布下结界，告诉众人无论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开门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小帅刚要出去查看，却老头及时制止，警告他，当你不确定对方是谁时，千万不要开门。随后长老独自走出房间，惊恐地发现门外站着一群恶鬼，好在长老有法力的加持，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谁知第二天更恐怖的一幕发生了，一夜之间村里的牲畜全被开膛破肚吸干血液，路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尸体，手段极其残忍，甚至连地里的玉米都变成了黑色。长老预感不妙，急忙来到浴池，发现池子里的水已经被抽干，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大辣条。紧接着在浴室看到鬼舞者的身影，3个男孩被吓尿了，决定立刻离开村庄。离开前发现长老正在挑选舞女，看来鬼舞者的诅咒即将来袭，只有献祭7名少女供鬼舞者挑选，才能保护村民不被侵害。而他挑选舞者的方式也很简单，只要每人喝完一杯咖啡，说出它的味道即可。如果尝到的是甜味，说明他已经被鬼舞者标记。可对全村女孩进行筛选后，只找到6名，于是村长邀请小美也加入其中。没想到喝下咖啡后，果然尝到的是甜味。大壮以为长老在撒谎，说着就要强行带小美离开，不料长老却说，现在你已经被鬼舞者标记，必须完成献祭仪式，就算你逃出村庄，灵魂也会被困在此地，到时候就像活死人一样痛苦不堪。无奈之下，小美只好乖乖照做。随后7名少女被盖上白布，在长老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禁区走去。村民则返回家中，不停地敲打竹子，拒绝不速之客从黑暗中觉醒，同时阻止那些超自然生物包围村庄。表面上看似一场献祭仪式，其实是长老对鬼舞者布下的阴谋。进入禁区前，所有人被带到天然浴池，洗净身上的污秽后，在额头上涂抹去魔药水，最后在嘴里含上一片槟榔叶。虽然很痛苦，但这是唯一能帮他们逃出禁区的办法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长老开始念诵咒语，下一秒所有舞女全部抽搐起来。当他们再次睁眼后，灵魂已经被带到异世界，周围全是鬼舞者的傀儡。所有人在欢快的音乐中激情热舞。没过多久，现实中的舞女一个接一个的倒下。长老见状赶紧上前询问他们看到了什么，因为在他的计划中，只要有人看到鬼舞者，就有机会抢回诅咒手镯。可这些人谁也没看到鬼舞者本人。几个小时后，小美和奈拉还在跳舞，就连长老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原来鬼舞者面对2位优秀的舞者，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小美像花一样散发着迷人的香气，奈拉性感妖娆的身姿让人无法自拔。经过再三思考后，最后决定让小美留下来，一旦被选中，将永远留在她的身边。紧接着音乐再次响起，两人不受控制的在人群中翩翩起舞。小美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回到现实世界，告诉长老鬼舞女就在身边。话音刚落，又被拉回到舞会现场。长老见状，立即吩咐手下用白布盖住两人。下一秒，异世界的两人瞬间消失不见，但他们的灵魂并没有回来。鬼舞者知道长老在背后捣鬼，
立刻派出无数恶鬼向他们发起进攻。将两人抬回住所后，长老立即吩咐三兄弟在屋内撒满盐巴。看着不停扭动的两人，大壮被彻底震惊。掀开白布的瞬间，小美再次回到异世界，这里犹如地狱之渊一样阴森恐怖，墙壁上到处爬满大辣条，走廊深处全是盖着白布的傀儡。下一秒，一群无脸鬼魂向她步步逼近。小美被吓得连连后退，脚下一滑不慎掉入深坑。抬头一看，一群鬼舞女将她团团包围，他们都是曾经被女巫选中的舞者。最后，小美被逼到英灵殿堂，鬼舞者早就在此等候多时，一声令下，所有舞女全部聚集到一起，在女巫的指挥下跳起了舞蹈。定睛一看，站在 C 位的正是奈拉的灵魂。小美刚要上前施救，却被对方瞬间扇飞，然后控制着她来到自己身边，随后将小美的母亲召唤出来，威胁她成为自己的傀儡。小美看到母亲后激动不已，刚要上前，却被这些傀儡拦下，无法靠近，然后当着她的面折磨她的母亲，让她对25年前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还好最后母女俩凭借强大的意念终于团聚，双手触碰的瞬间将他们带到另一个世界，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。母亲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让小美独自离开，叮嘱她千万不要相信女巫的话，现在她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帮女儿逃出魔窟，就像当初母亲拯救自己一样。与此同时，小美和奈拉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没了人样，双眼煞白，在地上不停抽搐，如果不及时召回灵魂，他们将必死无疑。无奈之下，长老决定放出绝招，走进房间后化身一条黑狗，下一秒，英灵殿外面传来一阵狗叫，所有鬼舞者被吓得愣在原地。小美瞬间人间清醒，大叫一声，重新回到自己体内。遗憾的是，奈拉的灵魂并没被唤醒，永远留在了鬼舞女身边，成了她的傀儡。随后，长老从盒子里拿出那枚手镯，让小美把她带出村子，永远不要回来。看来刚才面对鬼舞者时，他们交过手。原来真正的高手过招比拼的并不是招式，而是意念。最后，长老大获全胜，夺回了手镯。电影最后，小美和3个男孩顺利离开村庄，回家后发现母亲已经死得不能再死。为了拯救女儿，献出宝贵的生命。长老这边将奈拉和他的母亲一起埋葬，鬼舞村再次摆脱诅咒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只是不知道25年后恶魔会不会再次卷土重来，小美的命运将会何去何从。